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内娱最毒的嘴还没放过杨洋，没想到吧？被炒了一整个暑期档之后，杨洋的劫财正式开始。自他从火光中走来开播，同样饰演消防员的男主黄景瑜终于上线，兑现了观众们翘首以盼3个月的拉踩名场面。大家拿黄景瑜把杨洋里里外外拉踩了个遍，从演技到形象，无一幸免。严禁拉踩，曾经是饭圈的铁律戒条，一个不留神使用了一些比较级词汇，就能惹祸上身，劈头盖脸就是帖子下面的800回合激战。不过那已经是内娱观众的精神状态还比较良好时候的事了。现今的观众哪还管什么发言指南、置评红线，这只能让自己的疯病雪上加霜。拉踩是没啥活人也没啥精神养料的娱乐圈能提供给大家的最后一点发疯出口了。虽然今年还有3个多月没过完，但今年角色塑造的脚底板已经在全民呼声下提前给杨洋预定了。最近几个月有苦难言的消防员群体终于逮到了机会，接连上阵宣传火光，洗刷前人大座遗留下的泼天的油烟味。网友们争先恐后给黄景瑜和杨洋列出了一大箩筐的对比图，把每天送面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杨洋按回了水底深处。以前看剧都想看点新鲜的，这回观众恨不得把2部剧的片段一一对应，抠出相似的场景，直面世界的参差。睡觉、吃饭、喝水、打扫卫生，这些日常的不能再日常的行为，都获得了大家的格外重视，纷纷被网罗进日益丰富的对比素材库之中。杨洋时刻绷紧的身体和故作深沉的表情，让人怀疑他刚刚来到地球，还不懂该如何动用人类躯体和面部肌肉来做出自然反应。黄景瑜必定在地球待很久了，能用最朴实的人类肢体语言完成睡觉、吃饭、拖地等日常指令。同样都是皱眉，大家品出了不一样的味道。杨洋像是把紧锁的眉头当成了时尚挂件，向每个人展示这挂件与自身凛冽气质的浑然天成。黄景瑜则松弛得多，没有明显的表演痕迹和做作感。2个人的眼睛看的方位也不大一样，让观众一眼识破弄巧成拙的偷偷努力。一个当摄像机不存在，踏踏实实演自己的戏，另一个镜头感实在太强，生怕自己精心设计的动作和神态有1秒钟没有被100%捕捉。在杨洋如此大方地摆弄他的下颌线之前，大家从未对锋利有过这样 PTSD 般的应激反应。火光里原本稀松平常的对视剧照，已经兵不血刃地抬升到了下一个 level。杨洋和王楚然扑朔迷离的身高差，让被揽着的女主有机会一边拍戏一边练习深蹲。黄景瑜和张婧仪全身远景无遮挡，示范了正常的揽肩式情侣散步。拍的时候大概谁也料想不到，在杨洋打好水平及挖的基准线之后，原本不被注意的点都被推到高处。黄景瑜和这部戏给拉踩杨洋提供一个好用的标的物，方便大家言之有物、有据可依的拉踩。这波洋男才的风不只刮到了特别出演的魏大勋、友情出演的张彬彬、口头出演的徐凯、待播男2的徐海乔，最重要的是刮到了每个在娱乐圈拉踩中收获喜悦和平静的观众身上。热衷拉踩的观众，比较是人类天性，买个物件货比3家是常规操作。对比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得到了广泛应用，是我们从小用到大的语言组织方式。到了娱乐圈这里，比较、对比换了一个名字，成了饭圈人人喊打的拉踩。身为真路人的广大网友，不是利益相关者，不会故意贬低一方抬高另一方。普通大众所参与的拉踩，本质上是脱离粉圈思维，想要开口说话，仅此而已。怎么想在娱乐圈用一下就处处受限？
老实本分的观众受压迫太久，这2年一股脑的开启了看不惯就拉踩模式，而不必担心或从口出被追着骂高贵路人。流量时代已经是强弩之末，普通大众不再把各路流量那么当回事。被拉出来鞭尸的杨洋就是这一股风潮的典型人物。他不是被迫裹挟其中，而是想要大家都安静点的傲慢话语权失灵了。杨洋也不是被针对的那一个，只是恰好撞上了广大群众货比三家这一正当诉求开始解冻的风口。靠着堆砌起来的粉丝声量和数据女工的辛勤劳作，已经不能堵住大家认真进行拉踩操作的嘴，任谁也不能让所有人闭上眼睛，或得或免。